是夜空，你是银河，终于完整了。当有你来唱和，再多苦涩，我有把握，笑着，都晓得这声躯壳，一切终将干涸。趁着我还有记忆，我想大声地说。 就算我只是你的一时间的选择，青春里的过客，有过感动的片刻，我比谁都深刻。哦，可能你永远不懂得你对我多独特，唯有你才是真的。我想着你写下了这首歌。 喜怒加上我的爱了，一直唱着唱着。你果然是打拳的。 受了那么重的伤，那么快就康复了。如果是普通人，估计要在床上待个10天半个月。你也知道了，医院是一个常常进得去、出不来的地方。苏少空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想干嘛？你把视频发给他，他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？我没有发给他。 苏尚空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的。我不会让他看到这样的我。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，如果他知道我做了这件事，他一定会很失望的。即便我死了，我也要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。你还复制给了谁？我没有复制给任何人，唯一的复制就在那个信封里，在酒店前台。 苏少空永远都不会知道的，我不会跟他说的，你相信我吧，真的，我求求你，建志哥。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叫我建志哥了。我真的不会跟别人说的，苏少空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建志哥，你相信我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我相信你啊，你忘了吗？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 把你当成亲妹妹一样看待。我还记得你跟我说，你厌倦了当一个乖乖女，想变成一个坏女孩。可是坏人哪里有那么好当的？你得心狠手辣，不择手段，违背良心，丧失人性。必要的时候，你连最亲爱的人都得杀。 我
志哥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求求你放过我，不会跟别人说的，建志哥。我是很想放过你，可是你有想过放过我吗？对不起，建志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建志哥，我很快就结婚了，我要跟苏少空结婚了，我还要帮他还债，我要帮他开泰拳学校，我还要跟他生孩子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。建志哥，求求你放过我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建志哥。我有我现在的生活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不想要再回到一无所有的日子，我不想要再一无所有啊！佳慧，你对我是不是真心？我是真心的。那你看着我，告诉我是谁？你是林佳慧。大傻瓜，我是笨蛋，你是傻瓜。笨蛋，很想你。是傻瓜。建志哥，你不要泄气，有本事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。竟然二话不说就要陪我去看医生，我有点被感动到哦。建志哥，我们一起努力。我一直想当一个坏女孩，建志哥，你有没有想过要当坏人？我想着你写下了这首歌，透你的故事，安放我的爱了。窗外天色亮了。圣诞老人，妈咪来了！妈咪来了！圣诞老人来了！圣诞老人 Merry Christmas！ 来送你礼物，给你。是真的。礼物有假的吗？有，那些都是空盒子，只有妈咪那份是真的。哎，你这个小子，把礼物放在圣诞树下，我们吃完饭后再拆。哦，太意外了，平时看你静静的，没想到你还会来这一招。我想要看开开的反应嘛。他乐极了，刚才还问我圣诞老人会不会来呢。就这么1、2年吧。孩子长大以后啊，就不再纯真了。谢谢你啦，让我看到他双眼发亮的样子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啊？其实我有个女儿，跟开开大概一样大。哦，那你为什么不回去跟他一起过节呢？因为她不知道
他有我这个爸爸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问这么多的。没事，至少现在我知道，如果他看到圣诞老人，会是什么开心的样子。你这件衣服哪来的啊？这个是你扔掉的桌布啊。怪不得我觉得你这个圣诞老人的味道怪怪的。这个胡须呢？这个是枕头里的棉花。你赶快去换衣服吧，很快有的事了。凯凯，猪猪，我来啦！哎，凯凯，猪猪，Merry Christmas！ 凯凯，过来，爹地给你带了圣诞礼物，来，过来拿。来，啊，这就是礼物啊！凯凯，最重要的是心意，爹地很有你的心，爹地爱你，这个比什么任何贵重的礼物啊都要好，知道吗？我才不要！嘿，凯凯都说不要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哎呀，我是来陪你们过节的嘛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凯凯的爸，你忍心让我一个人过平安夜吗？孩子我也是有份的哦。还好意思提孩子？孩子都知道你在敷衍他。什么敷衍他？我也是想给孩子买一份好一点的礼物的。你也知道我现在失业嘛，我昨天到现在啊，一口饭都还没有吃啊。哇，准备了这么多食物啊！钱拿去，给我滚！这里不欢迎你。不要这样小气，吃饱了我就走喽。走啊！不要碰我的食物。喂，朱姐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就奇怪，怎么那么急着赶我走啊？原来养了个小白脸啊！你不要乱讲啊！哎，床上功夫了得啊，他都要你不要我了。儿子还小啊，不要让他看见啊！混蛋，钱给我，还给我啊！我最讨厌男人打女人了。滚，给我小心一点！朱姐，我看我先走吧。不用，你吃完了再回去吧。谢谢你帮我把那只疯狗给赶走。没事。坐下。我逃离港花院，在外头溜达的时候，认识了唐大伟。我跟他分分合合很多次了，感情都磨完了，只剩下恨。后来我爸生病了，想要把农场给卖掉，我就回来找他，要他把农场让给我做。我本来以为这样就能够摆脱过去，但是我错了。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要摆脱就能够摆脱得了的。这或许就是大家说的因果吧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李哲宇是你的太太，我李哲宇是你的人，我这辈子都跟住你了。能跟你在一起，我没有什么不喜欢的。我只要一个，而且最好是女儿，我们全心全意的爱她。林木森，哎，怎么了？干嘛发呆？啊，在想你说的话。我有这么厉害吗？只说几句话就让你听到发呆？哦，对了，我摘了一个菠萝蜜，你帮我剥吧。啊。有旧报纸吗？那，在后面。
不好意思，请问李正廷的房间在哪里？就在那里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我的天空，许多云还是星空，你都我要滑下来啦！好啊，小心啊！你的笑容，我要玩多一次，再一次。你要玩几次？是哭过，爸爸的你看不懂，爱上你的执着变成离开的理由。我们是怎么了？哇，来呀！哇，你还有我抱啊？我怎么打了抱不起了？哎，小心！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贝贝，你忘记照顾妈妈了？妈妈，对不起。贝贝看到爸爸就不要妈妈啦。我要妈妈，也要爸爸。走吧。站住！看到背影就觉得可能是你，偷偷摸摸的，有什么企图？记得上回看到你我说过什么吗？我没有想要破坏你们，我也相信你说的，你会不惜一切保护他们母女。我看得出，你真的很疼爱贝贝。谢谢你。你凭什么跟我说谢谢？你有什么资格说谢谢？对不起。贝贝还小，我不希望她受打扰。她长大了再说吧。我可以见振宇吗？不行。我想见见他。我说不行。我只是……你什么都别想。振宇早就忘记你了，他不会想见你的。阿明，振宇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贝贝呢？伟豪来了，再陪他玩。哦，我知道他来了，我感觉得到。他现在在这里吗？他想见你。可是如果你不想见他的话，我见。哦，那你们谈吧，我先回去。阿明，你陪我。真婷已经昏迷不醒快半年了，医生说她醒来的几率只能听天由命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？为什么？我们也想知道。本来好好的一个人，突然变成植物人。出事前的还到档口找他姐姐，有说有笑的。不久后就收到消息，他坠楼了。那个男人死了，真婷又昏迷不醒，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警方没查到什么。事发的停车场在第2天就封闭装修了，没什么人停车，也没有装闭路电视。唯一的目击证人就是佳慧。你有见过佳慧吗？我试图打电话给他，但是他电话是空号，应该是换了号码。他回泰国的前1天，还来跟我说再见。
他还拜托我说，如果你有来找我，叫我把这个交给你，叫你一定要联系他。ขอโทษค่ะ ไม่มีหมายเลขที่คุณเรียก กรุณาตรวจสอบหมายเลข 大伯，大伯，你是谁？哎呦，你怎么吃都乱七八糟了？你看，哎，大伯母，木生，你来干嘛？我来找佳慧。你不要跟我谈起这个死丫头啊！自从她认识了那个泰国人之后，没有把这里当家，也没有把我当妈，这些啊都是你呀！当初不是你说那个泰国人很好吗？他被骗去泰国啦，以前还会寄钱回来，现在1分钱都没寄回来，连一通电话也没有，根本不知道是生还是死啊！你走啊，滚啊！走啊！哎呀，你个死白痴的，吃一顿饭吃那么久，你看，你看，又吃到满地了。ช่วยฉันหน่อยโอเคครับ喂，是谁找我？是苏萨空吗？你是哪位？我木生。木生大哥，你有教会的消息吗？真要问你，我没有，我已经大半年没有接到佳慧的电话了。木生大哥，佳慧一定是出事了，我真的很担心她。你先别急，我问你，你最后一次看到佳慧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大半年了。那天我送她去机场，她是特地请佳慧新加坡接你的。接我？佳慧要接你出狱，可是她接不到你，班机延迟了。她到了监狱外，你已经离开了。是啊，我没有见到她。她到处找你，可是却没有你的下落。我最后一次跟她通电话，她说第2天就要回泰国，叫我等她。可是我等不到她，打电话也不通。我觉得不对，就飞到新加坡找她，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。警方查了资料，说她没有出境的记录。木生大哥，佳慧一定还在新加坡。苏长宏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跟佳慧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没事。其实，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结婚，可是婚期过了，她一点消息也没有。苏长宏，你最后一次跟佳慧通电话，有没有觉得什么不对的？没有。她说第2天要回来，叫我等她。你仔细想一想，还有呢？还有，对了，她说会带回一笔钱，帮我开间泰拳学校。带回一笔钱？嗯。OK。木生大哥，我得帮我朋友了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如果有消息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好，拜拜。OK。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
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谢谢。谢谢老板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，却怎么样也飞不高。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从来也不需要你帮我，把我当兄弟的话，就不会现在才来找我。内疚对吗？良心过意不去对吗？出狱的时候就应该来找我嘛，兄弟叫爽啦！我就是把你当兄弟，我才没来找你的。你说什么？是你跟我说，你搬了新家，娶了老婆。我不想要打扰你，我不想要带衰你啊！根本都不是这样，带衰个屁啊！那你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？你还敢说？都是因为你啊！你为什么要去坐牢？你没有坐牢，我不会娶那个恶毒的女人，阿妈就不会死了。妈死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不是好好的吗？为什么会死？要不是他阿妈给我很久了，你不在，我应该照顾他的吗？我没有照顾好，都是我不好想要飞也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阿妈一定是很舍不得这间家，所以才让我搬回来。现在房地产不好，房子是亏本卖了，扣这个扣那个，剩下30万，这些钱你也是有份的。有我的份。你以前给阿妈的钱比我给的还要多。阿妈说过，不管以后是买房子还是娶老婆，都有6亩的份。你现在没有老婆，我也离婚了，钱1人1半。你要拿去做生意还是什么？算我一份。我看你还是放定期吧，放银行有利息。你靠卖唱啊，每天只会吃泡面了。你都回来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卖唱啊？你没有听到人家讲说我唱歌让他们反胃。总之，我要跟你啊。跟着我干什么？我现在是有一天过一天，有今天没明天的。说真的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我颓废了，我开拳馆的梦想破灭。阿妈也死了，我不跟你，我可以跟谁啊？好，种菜，跟不跟？种菜？我现在是在农场种菜，每天顶着大太阳，1个月1200。才1200啊？麻痹啊！这样不是新币400-500块？跟不跟啊？跟！不要说是种菜，你要去讨饭还是做逃犯，我都跟了。你才当讨饭呢，是吧？
现在为您插播一则国际新闻：新加坡籍逃犯黄金条昨天晚上在医院不治身亡。他和目前仍被通缉的林木森在新加坡牵涉一起枪杀案后潜逃。在警方的围捕行动中，黄金条身受重伤被送进医院，林木森则逃去屋中。什么事不好做，去杀人，肯定死路一条。他没有杀人啊？陈太，听歌。哦。被放大的情绪跟谁讲呢？聚光灯太炙热，带走我的温热。会不会其实我没想象中快乐？来不及猜想。我是黄金条，但是一条金条都没有。我一定要跟着你的。兄弟是叫爽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吗？有劳一起做咯。有经验就有金条，把他带身边，就是把他带身边。就算我只是你的一时间的选择，青春里的过客。是我。纱布、消毒药水，还有这台旧电脑还可以用。你要的读卡器。你的伤不要紧吧？没事。我煮了饭菜给你，趁热吃。朱姐，这里的食物已经很多了，你老是吃冷罐头，那怎么行？你不要再送食物来了。等出去的时候，把门锁上，不要再回来了。怎么可以？朱姐，我是无路可逃才回来这里的。如果我连累了你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你放心，等我伤势好了，我会马上离开。你不要想这么多了，安心的住下来，把你的伤养好。谢谢。天幕，接到你的电话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开会开到一半就赶过来了。对不起啊，不知道你怎么了。没事。金条，刘木啊，人家现在是有钱人，当然忙啊。大热天穿到这样，怕人家不懂他有钱呢、可是又怎么样，还不是汉奸走狗一只。金条现在也很不一样，还会拐一个弯来骂人。他对我不满，我能够理解。
你入狱这段期间，我确实没有帮你做什么，我还一直帮吕振谋做事。别这么说，当年你有说过要帮我顶罪，替我坐牢的。他早知道你不会答应，他才这样说的。我都看得出，你看不出啊？够了。你出狱之后，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。这段期间你到底去了哪里？我去了马来西亚，在农场工作。这也太大材小用了吧？反正你现在回来，就留在这里吧。多的你兄弟我也拿不出，几十万是没有问题的。想做生意还是拿去投资，你说一声，我马上转钱给你。我跟六木很有志气，不会拿你的臭钱的哦。够了。你要继续听他放屁，你听啊，我先走啊。金条的脾气是越来越暴躁。我之前有找过他的，问他需不需要我帮忙，他一口拒绝了。六木，不如这样吧，我先开一张10万块钱的支票给你，这个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用完了再跟我说，我立刻转钱给你。不必了，我找你不是要你帮忙。其实我想要问的是，有没有见到佳慧啊？佳慧，我上一次看到她应该是半年前，她刚刚从泰国回来，就是你出狱那段期间，她来找我问，知不知道你跑去哪里？我记得我跟她聊了一会儿，她好像过得挺好的。就那么一次。哦，还有一次是在医院，郑婷出事之后，我去医院看她，刚好碰到佳慧。你也知道了，他们的感情就像亲姐妹。那个时候，她的情绪很激动，一直拉着郑玉说对不起，说自己没有办法阻止这场悲剧发生。在走的时候，她还突然问我，最近手头方不方便？她想跟我借钱。他有说为什么要借钱吗？我没有问，可是他要借的数目不小。可能看到我有点惊讶，他就跟我说，是因为苏萨空欠了一大笔债，他想帮他还。他跟你借多少？20万。我跟他说我会尽量帮他想办法的，还叫他把 bank account 发给我。可是之后他就没有回复了。我一直打电话给他，可是他的手机永远都是关机的。哎呀，小杰，有没有想宝宝？怎么样，累吗？不会，小杰说他要去看瀑布。你要去看瀑布啊？那走喽！爸爸妈妈过来看，好美哟！小杰，你一直都很想看的瀑布，我帮你拍照好吗？沈薇，振宇，我来了。今天约你出来，是要为我们的感情做个了结。之前写了封信给你，就当做一了百了。后来想想，太不负责任了，对不起。
我没有勇气面对你。结婚当天，你被抓走了。当时我的心真的很痛很痛。虽然早就知道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也准备好等你出来。可是当时我发现我怀了贝贝，我不想孩子一出世就被人嘲笑，被人看不起，所以我忍心放下我们的感情，嫁给了明哥。我希望我们的女儿可以在一个完整的家庭成长，有个美好快乐的童年。我知道我的决定很自私，也知道我彻底伤害了你。对不起，请你谅解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我没听你的劝告，还越陷越深，是我让你失望了。如果我可以重新选择的话，我会选择跟你们在一起。我现在只能想象，虽然生活是简简单单的，但我相信会是很幸福、很快乐的。李姊妹，对不起。不要再说了，都过去了。李姊妹，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爱过我？那现在呢？我还在你心里吗？你还在乎我吗？还重要吗？你还是盲目跟着他在拉扯，我们是怎么了？命运坠陷我在眼前，一直看不见，谁也都不必再拼命怪谁。是吗？天空，许多云还是星空，你都错过。我的笑容，是伪装还是哭过？盲目的你看不懂，爱上你的执着。着。